根据传奇拳王泰森改编的美剧终于上线，让我们走进他狂野、悲剧且充满争议的一生吧。在1974年的纽约布朗斯维尔，那里曾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地区，而那时的泰森竟然是个小黑胖子，年龄还小的他经常遭到混混们欺负，这也导致他产生了严重心理问题，经常会自言自语的大声喊叫。于是妈妈领着泰森来看医生，一番检查过后，医生最终给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He's retarded. Your son. 妈妈对于这样的结果难以置信，也就从那之后彻底放弃了对他所有的期望。而混混们似乎又多了一个欺负泰森的理由，于是他成了别人口中黑胖海口吃的智障。他的父母也经常在家里大打出手，最终父亲抛弃了他们，母亲被迫带着3个孩子流落街头。Now, there are 3 types of poor. There's poor, there's dirt poor, and they're fucked up poor. 每次搬家后条件都变得更加恶劣，走投无路向母亲做了必须做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这也将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因为遭到混混无休止的欺负，泰森选择了辍学。他开始对鸟类感兴趣，因为不管它们飞往任何地方，但最后总会回到家里。他开始悉心照料天台上的鸽子，可好景不长，就在一个混混当着他的面拔下鸽子的脑袋，泰森终于不再软弱，他冲上去把混混扑倒，拳头如暴雨般落在混混的脸上。这样年幼的他第一次感受到暴力所带来的安全感，他也因此一战成名，带着一帮小混混开始偷钱包，2年后甚至直接发展到入室抢劫的程度。而更可怕的是，泰森第一次目睹了朋友的死亡，这也让泰森不再继续偷盗，但是却开始了街头单挑。他要将曾经欺负过他的人一一打倒在身下，也因此他成了警察局里的常客。每次妈妈来接他，都会将他暴打一顿。这可能是本就文化不高的母亲唯一能想到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然而屡教不改的泰森最终还是进了少管所，在里面见到他曾经的伙伴，让他比回家还要高兴。从那以后，泰森开始频繁出入此地，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所里的扛把子。而他最后一次在少管所改造的经历，也造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这天，小弟说新来个辅导员，像是一位业余的拳击冠军，这让泰森产生了兴趣。隔天他就来到拳击室向辅导员挑战，但第一次和别人在拳击场上较量，泰森以为自己就要被打死了，但这也让他对拳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泰森找到辅导员，想让他训练自己拳击，可辅导员却说想要跟自己训练的资格，就要做一个遵纪守法、改过自新的人。于是泰森开始发愤图强，恶补文化知识，一度成为所里的优等生。辅导员遵守了承诺，开始训练泰森的拳击技巧。泰森悟性很高，他发现自己竟还能喜欢上一件不违法的事情。这天，辅导员找到泰森，告诉他自己为他找到了更好的教练。单纯的泰森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被抛弃，辅导员不停地安慰着他，说不希望他离开少管所后继续走向老路，只有继续练习拳击，他才能走向更大的擂台。泰森也是从这时起，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遇到了那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卡斯。然而此时的泰森还对面前的怪老头很是胆怯。卡斯教他的第一课就是让他学会准备，从而在最关键的时刻爆发。这之后，卡斯经常教导泰森打拳，但从来不教他具体招式，而是告诉他一些心理技巧和精神控制。不久之后，泰森的刑期结束了。卡斯为了不让原来的生活再让泰森入狱，亲自找到泰森的妈妈，希望能带走泰森单独训练。然而妈妈却问泰森想要跟卡斯离开吗？ Yeah. Take him. He only gonna disappoint you. 就这样，在妈妈的不信任中，泰森跟卡斯来到他的家中。这里的一切对泰森来说都是那么新鲜，而卡斯早已为他规划好了未来。先从青运会热身，然后拿到奥运会的金牌，最后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卡斯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泰森身上。同样，泰森也完全相信卡斯能让自己成功。为了增加泰森的实战能力，卡斯偷偷在地下拳场给他报了名。第一次来到比赛现场，面对如此多的陌生人，泰森有些胆怯。他谎称自己要去便利店，从赛场逃了出去。然而当他看到街上那些混混时，他不禁又会想起以前的生活。于是他鼓起勇气回到了赛场，轻松地拿下比赛的胜利，这让他信心大增，为此兴奋不已。赛后，卡斯告诉他不要把兴奋都表达在脸上，要让别人以为他对胜利一点也不意外。之后的青运会上，泰森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拳解决对手，而拿到金牌只用了8秒。泰森把金牌和报纸上的报道拿给母亲看，但母亲并不在意这些，只是让他继续努力。不久之后，母亲被查出了癌症，这让泰森一蹶不振。卡斯在一旁不停鼓励着他，告诉他每个人的存在都有自己的价值。不久之后就决定领养泰森。等他们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之后，泰森每天都在刻苦训练。3年后，
他的肌肉更加结实，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为了不让卡斯失望，泰森每场比赛都会快速解决掉对手。然而事情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在奥运会的选拔赛上，由于裁判的黑哨，泰森第一次输掉了比赛，他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然而卡斯却一如既往地鼓舞着他。此后6年里，泰森从未有过败绩。此时的泰森名声大噪，卡斯为此给他请了圈内最有实力的经纪人，还有顶级心理医生解决他的心理问题。从此之后，泰森就变得所向披靡，每场比赛卡斯都跟在场边，对他进行 buff 加成。然而就在这天，年迈的卡斯倒下了，他因为肺炎住进了医院。临终前，卡斯拜托泰森照顾自己的妻子。就在卡斯离世1周后，经纪人就继续给泰森安排了比赛。在重量级的比赛中，更是达到了20场全胜，其中19场是一击制胜。这一令人闻风丧胆的成绩，让他被评为分组里最凶残的拳击手，终于迎来了重量级拳王头衔赛。他从13岁起就在为这一刻做准备。泰森凶残无比，第一回合就在疯狂的出击，以压倒性的胜利完成。第2回合开始，对手尝试还击，但是完全招架不住泰森的攻势，倒在了地上。第3回合开始，泰森取得了拳王头衔，全场观众为之大声欢呼，这也成就了泰森的巅峰时刻。此时的他已经拥有花不完的现金，每天除了比赛就是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泰森见到里面刚刚出名的罗宾，他的魅力让泰森为之深深的着迷，他为此煞费苦心的安排约会。然而就当他紧张的来到约会的餐厅，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他魂牵梦绕的女神，却不料他跟罗宾的约会竟然还有罗宾的妈妈和经纪人陪同。此时的泰森尴尬无比，他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却被罗宾叫住，因为罗宾也已经被这个现今最红的拳星所吸引。此时的两人，一个22岁，一个21岁，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这天，罗宾告诉泰森自己怀上了宝宝。泰森听到后既恐惧又欢喜，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但是对于眼前这个他深爱的女人，他只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为此，两人把关系公之于众，还会共同出席各种晚会，这让他们频频登上各大杂志报纸的头条。泰森还为罗宾买了个庄园，然而他为罗宾花费的已经太多。经纪人找到泰森，希望他能克制一下消费，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可此时的泰森，他早已被罗宾和他的妈妈控制了一切，竟然还把他最爱的鸽子搬上了餐桌。泰森对于这一切很是抗拒，就找到新的经纪人唐树说，并又开始了纸醉金迷。然而回家后就被罗宾发现，两人大吵一架后，隔天来到过世的卡斯家中，卡米尔激动地跟泰森拥抱在一起。因为卡斯离世后，泰森一直没有忘了这个家，经常会回来帮忙修整草坪还有房间设施，还会支付每个月所产生的房屋费用。然而这却惹得了罗宾的不快，他告诉泰森不应该拿他们2个人的钱去照顾过世了的卡斯家庭。这一次泰森没有控制住心中的怒火，一拳砸向了房门，吓得罗宾隔天就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他得了躁狂抑郁症，要长期坚持服药。可是吃下药物的泰森挥出的拳头再也不是凶猛无比，而是变得软趴趴，像是得了大病一般。受不了的泰森想跟罗宾说着，如果他没有怀孕，那他将不会选择结婚。而罗宾告诉他，其实孩子早已经没了。听到这，泰森再也忍受不住，随后驾车撞向家门的大树，以此来结束这场被罗宾操控的爱情。可他得到的却是罗宾母女无休止的吵闹。愤怒的泰森选择举起电视，但这也被罗宾告诉了记者。而泰森家暴的名声已经被全世界得知，为此他还付出了1.25亿美元的诽谤诉讼。尽管如此，罗宾在泰森的心里还是那个永远都忘不了的存在。刚刚离婚的泰森看到电视上对他家暴的报道，这让他愤怒不已。唐金不停地安慰着他，希望他能振作起来。泰森看着唐金如父亲般对自己万分呵护，让他本就从小缺乏的父爱再一次得到了内心的满足。而唐金也开始用泰森的名气大肆敛财。泰森每一次的胜利都是数不尽的金钱入账，但是他没有告诉泰森他银行账户里的具体数字，每天都是给他安排各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那时的泰森就像暴发户一般，买车都是一整个展厅的买，还在豪车里放上浴缸。听到工人抱怨，直接就是2打钞票上去。更疯狂的是，他重新安葬了他的母亲，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姐姐丹妮对他也是关爱有加。可是就在他领着姐姐参加他与唐金的派对时，丹妮看着站在高位的唐金，心里不免对泰森有些担心。他叫走泰森，跟他说着应该向唐金问清楚他到底有多少钱，而不是每天像个傻子一般只懂得吃喝玩乐，最后所有的钱都变成唐金的了。可是往往忠言都是逆耳。泰森大声嚷嚷了丹妮几句，可他还不知道，姐姐担心就在不久之后全部应验。唐金给泰森安排了与道格拉斯的比赛，以此来巩固他拳王的地位。泰森很是风光的来到东京，迎接粉丝们热烈的欢迎。就在晚上来到下榻的酒店，他看见唐金的房间竟比他的还要豪华，心里开始有些不是滋味。他问唐金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可是唐金一直没有正面回答。
最后拿出了视频游戏《食人天堂》，专门为泰森打造出来的。泰森看到封面上自己的照片，此时的他早已被无限的虚荣心所侵蚀，但是他也没有想过，几个月来自己从没有进行过拳击训练，怎么能赢得跟道格拉斯拳王的争霸？当道格拉斯一击击中拳打在他的脸上，才让他明白拳王不是靠别人的吹捧，而是需要长久坚持的训练。最终迎接泰森的只有失败，还有唐金的背叛。就当他带着侄子来购买自己的视频游戏时，才发现封面早已换成了别人。而就在不久之后，姐姐丹妮也离他而去。我想这接连的打击也为泰森柔软且浮躁的内心增加了一层再也没有人能伤害的护盾。1991年，他被一位黑人姑娘告上了法庭。案件处理期间虽有波折，但他最终还是被当时的陪审团制度送进了监狱。泰森来到监狱，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对这里很是熟悉。很快，他就当上了监狱里的霸王。然而，还是有人看不惯他的作风，这让泰森很是气愤。他决定用拳头捍卫自己的地位，这也把他送进了禁闭室。出来后，狱友雷雷让泰森读起美国宪法，希望能够让他极度匮乏的知识得到些许补充。就这样度过了一段时间。这天，泰森正在读书时，狱警进来带走了雷雷，这让泰森刚刚获得的友谊又被无情的撕裂开来。他悲愤不已，但是他没有想到，新来的狱友劳德将给他的监狱生活带来另一种体验。劳德看着泰森粉丝寄来的照片，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美女。他问泰森，为何不将照片卖给监狱里的这帮万年单身汉？在监狱这个几百年见不到女人的地方，他们的生意可想而知。泰森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甚至在牢房里安上了电话，而泰森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对于此时的他来说，监狱才是他的世界，而外面不过是唐金想要的泰森世界。在这里，他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里的每个人都在为他工作，就连想要甜甜圈都会有人奉上。他就是监狱之王。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就来到1996年，这天正是他出狱的日子。他走出大门，望着外面迎接他的粉丝还有唐金，这让他不禁疑惑，这才是现实，还是那高耸的围墙那才是？出狱后的泰森，唐基为他召开了大量记者招待会来宣布复出。然而泰森已经适应了监狱里为所欲为的生活，他开始痛恨起那个给自己安排一切的唐金，再加上被他密下的不值几何的资产。于是他来到唐金办公室，通知他解除经纪人合约。可是唐金只是微笑地拿出2个手提箱，又一次沦陷在了唐金的美金轰炸下。他开始为了复出大肆宣传，但他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又是无数次的打倒对手。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泰森回来了，这也让他再次获得了2条金腰带，还有8000万美金。泰森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冠军。他为了奖励自己，买了一只他最爱的老虎放到家里。不久之后，就跟他的第2任老婆莫妮卡举办了婚礼。但是他与霍利菲尔德的拳王争霸赛的复赛已经近在眼前。出狱后2人的第一次交锋，就让泰森陷入了惨败，这不得不让他陷入了恐慌。他还为此染上了毒品来缓解压力，可是这样依然没有用。霍利菲尔德就像成为了他脑海中的梦魇一般。很快2人的复赛开始了，虽然泰森表情依然凶狠，但还是难掩他的慌张。就在霍利菲尔德不停用头攻击他时，这再也让他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第1场比赛就在荒诞中结束了。很快第2场开始，泰森出拳依旧凶狠，可是霍利菲尔德的头又向他撞来。他极力辩解是霍利菲尔德先不讲武德，可是他咬耳朵依旧是事实，这也让泰森整整禁赛15个月。禁赛结束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赛场，不得不为了生活继续挥舞拳头。他遇到了那个终结泰森时代的刘易斯。此时的泰森早已对这个擂台疲惫不堪，可就在不久之后，银行宣布泰森破产了。Where's my money? Where's my fucking money? Ask Don King. 他来到唐金的办公室，却被唐金的保镖挡在了门外。就在2人的再次相见时，泰森踹出了本该几年前就该飞出的铁脚。但是他也不得不为了巨额的债务继续比赛。可是心态和年龄早已告诉他，他已经不再适合擂台了。I just want to say, most likely not gonna fight no more. I'm done. I'm not gonna disrespect the sport by losing to this caliber fighter. Are you saying what it sounds like, Mike? Iron Mike is retiring? Listen, I don't think I have it no more.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20 years. Basically just fighting to pay my bills. I'm not hard. I'm done. 就这样，泰森选择了退役，离开了他为之奋斗20年的擂台。It's like I've talked too much. Just never thought I'd live this long. Neither did you. Admit it. But that's my story. It's fucked up. It's crazy. It's violent. It's wild. It's tragic. It's unbelievable. It's mean. It's unfair. It's lucky. It's one of a kind. It's Mike.